很多人都说，再多的钱都买不到快乐，但是没有钱就会为生活带来很多的问题。也有人为了追寻梦想，不惜一切代价，到头来会发现不过是一场空。今天这期案件里的主人公是一位已经成为各大品牌的御用模特 Eloisa Fontes， 然而有一天她却突然失踪了。后来被发现时，她已经疯疯癫癫地流落于贫民窟。到底在这位知名模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Eloisa 的家乡是在巴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贫穷的滋味。家里不但有7个兄弟姐妹，而且只有母亲在照顾他们。可想而知，这样的生活肯定是非常苦的。因此 Eloisa 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她心里无时无刻的想着，我不要再待在这个鬼地方了。17岁那年 Eloisa 就离家出走，刚好被一个经纪人发掘了她。后来因为她个人的一张照片开启了她的模特生涯，就这样她被送到了巴黎的公司。身高180，小麦色的肌肤以及充满拉丁风情的面孔，让她成为了大牌的焦点。同时在她18岁那年 Eloisa 便与一位模特节目制作人相恋结婚，初次登场就为 Vivienne Westwood 等顶尖的设计师走秀。在 Eloisa 的模特生涯里，她可说是几乎走遍了在欧洲所有的大型时装秀。阿玛尼、Stella McCartney、Dior 等品牌的合约不断，还经常登上 Elle、Vogue 等时尚杂志的封面，并且在平台和 T 台都备受关注。如果在几年前你在网络搜索 Eloisa Fontes 的名字，会看到很多媒体对她的夸赞。一般在事业上升期的女性都不会急着结婚生子，尤其是模特圈，因为等你生完孩子可能你的地位和工作已经被很多年轻又漂亮的女生取代了。但 Eloisa 很幸运，孩子出生后，她经常能带着女儿一起去这个秀场的后台。不仅如此，她的女儿还得到了各种模特姐姐，甚至阿玛尼先生的宠爱。然而，这一切看起来非常完美幸福的生活，却在2019年的时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9年6月期间，警方接到投报说 Eloisa 不见了，不管是她的家人、丈夫还是经纪公司都没有办法联系到她，她的 Instagram 也被完全清空。那在这里先说其实 Eloisa 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和她的丈夫离婚了。至于原因呢，我等下再说明好了。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10月6日，警方接到流浪汉的投报说，巴西里约城市东南部的一个贫民窟发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住在附近的居民都表示不认识她，连续2天都有人看到她裸着上半身，没有穿鞋子在路上游荡，身上还背着一个背包，看起来像是很迷茫的样子。警方试图接近她，向她问话，但她却一直非常抗拒，还以为警方要抢她的东西。等到她情绪稳定了之后呢，警方在她的随身背包里发现了惊人的消息。这个看起来肮脏、情绪有问题的疯女人，居然是一个名模。背包里全是这个国际模特公司的合同和各国著名摄影师写的推荐信。原来她就是失踪了1年多的 Eloisa。从她的身体表面来看，她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她也表示自己没有受到绑架或是迫害，她是自愿来到这个地方的。但她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除了一直胡言乱语，警方问什么问题她都说忘记了，所以暂时没有从她身上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无奈之下，警方只好先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稳定情绪再说。Eloisa 的母亲在接到电话得知失踪1年的女儿终于找到了，立马赶去了医院照顾她。根据后来的调查显示 ，Eloisa 是在2020年的1月，在没有告诉任何亲朋好友的情况下，从美国回到巴西的老家。虽然她的母亲也在巴西老家，但 Eloisa 却从来没有找过她，这就更让人费解了。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吗？
随后，伊丽莎被找到的消息慢慢传了开来，很多媒体的报道都将矛头指向了伊丽莎的前夫，时年43岁的 Andrew。我刚提到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离婚了嘛。然而 Andrew 也是一位模特出身的明星，但在公众眼里，他一直是一个有点自恋以及咄咄逼人的男子。2012年，18岁的伊丽莎与大自己不少的 Andrew 相识，并且结婚。而丈夫一路利用自己的资源呢，捧她成为了欧美顶级的模特。这点伊丽莎也没有否认。看似幸福的两人一直在纽约住着大房子，2014年还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其实丈夫对伊丽莎十分不满。根据丈夫的描述，伊丽莎非常容易暴躁，当她歇斯底里的时候，没人能够应付得来。至于他们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伊丽莎完全对女儿的事情不上心。丈夫表示呢，伊丽莎经常不管女儿，有次甚至一气之下把孩子抛弃在伦敦的机场，自己飞回了美国。最后还是丈夫亲自把孩子接回来的。早前 Andrew 还对媒体说过，我必须保护我的女儿，我绝不会让她再靠近我女儿。之后不久，两人就准备离婚，还因为孩子的抚养权问题闹得更僵。但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伊丽莎的朋友透露，伊丽莎之所以那么快放弃了抚养权，并不是因为讨厌孩子，而是因为她遭到了前夫的报复。朋友表示，男方为了让伊丽莎放弃这个监护权，威胁她要把她偷拍伊丽莎的性感照片发布在网上，这令伊丽莎非常痛苦。当她发现前夫真的已经把一些照片传到了网上时，她只能选择放弃了孩子。所以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呢？我们也无法确定。其实在这次失踪事件前，伊丽莎还曾经失踪过一次，那是在抚养权争执不久后，伊丽莎就突然消失离开纽约。报案后，警方只用了5天就把她找回。她在离纽约市区大约30分钟车程的地方游荡。在伊丽莎被警方找到时，也和这次一样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与此同时，有不少网友认为伊丽莎的失常是因为两家人之间的矛盾，还有人表示可能是伊丽莎自己的家人实施的剥削，因为她家自小就很穷，所以伊丽莎的名气让她被家人当成了赚钱的机器。这样的猜测是基于伊丽莎在与巴西警方的对话中，她曾表示她并不想回到纽约，因为要逃离那些只想要她的钱却不管她是否幸福的亲戚。她还说自己在巴西很快乐，甚至还有了新的恋情。那这样看来，或许伊丽莎只是不想再当个给人赚钱的工具，只想安静的过日子吗？但又有知情人士说出了第3种可能：吸毒。据了解，伊丽莎今年偷跑回巴西后，就想在当地继续当模特，但遇到了困难，尤其是疫情期间，完全接不到相关的工作，这可能也打击到了她。而根据伊丽莎的朋友说，伊丽莎在巴西与一名警察恋爱同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谈的，不过目前两人也分手了。有猜测说，这名警察鼓励了伊丽莎吸毒，导致她神志不清。但伊丽莎本人在警方面前一口否认自己有吸毒的历史，甚至说精神问题也是家人和前夫捏造出来的，为的是把她关进精神病院。总之，她就是打死都不愿意承认和之前的情人再有任何瓜葛，因为她声称是家人编造了有关她的不实信息，还说是家人往她的食物中下药，才导致自己精神错乱。然而，根据伊丽莎搬回巴西后认识的朋友表示，自从伊丽莎回到巴西生活的期间，她的行为举止就有些奇怪了，明显是有情绪和心理问题。按照常理，家人为了控制她而编造病情或给她下药的可能性都不大，毕竟根本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踪。后来，巴西的研究所对伊丽莎进行了专业的精神评估，证实她的确是患上了精神疾病，现在已经入院治疗了。那么伊丽莎究竟是什么时候患上了精神疾病？又是什么让伊丽莎从一位前途大好的名模，变成宁可在贫民窟游荡，也不愿回到纽约的疯女人呢？从这起案件来看，也许并不是某一个特定因素导致伊丽莎变成现在的样子。种种关于她吸毒感情破裂、被家人利用、被丈夫陷害、失去孩子、失去工作的故事，有些可能根本没发生过，也可能全部都在她身上发生了。
有句话说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骆驼并不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的，而是在这之前啊，骆驼的身体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只是没有累积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认为，也许是伊丽莎一直以来累积了太多的负面情绪，并最终压垮了她，所以她想回到以前生活过的贫民窟，试图找回自己的初心。当然，我也希望伊丽莎日后痊愈了，可以重启一个新的人生，还原事情的真相。无论走什么路，希望大家都勿忘初心。追寻梦想固然是很重要，但如果逼得自己太紧啊，可能会带来反效果哦。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请继续支持优质的内容创作者。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南，我们下期见喽。故事中的主人公乌夫惠美在事发当年刚满19岁，并且她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位于福山县滨见市的超市当店员。偶然之下，她听见别人说平野矿泉旅馆是个探灵的好地方，对此她感到十分兴奋，因为她本身也很喜欢这些鬼怪之说。其实原本的平野矿泉可以说是相当气派的，它是一个8层楼高的大型温泉旅馆，酒店整体的使用面积达3300平方米，不但设有温泉、房间、餐厅，更有泳池，还曾被列入国际观光的旅馆。